我捡到一个漂亮的男人。我省吃俭用，因为他的一句喜欢给他买5位数的腕表。可某天我却看见他将表随手丢进湖里，与人漫不经心地通电话，玩玩而已。没想到他这么好骗。再打个赌，10万的皮包，看他买不买。后来我不要他了，他们却都说陆家那位太子爷疯了，翻了整个西湖，就为了一块破表。做完兼职回到家，已经很晚了。一打开门，我就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你回来了。陆泽将脑袋埋在我领边蹭着，我好想你。我红了脸，今天咖啡店生意好，不小心加班到现在。你吃饭了吗？他的眸子眨了眨，没有，在等你。陆泽是被我捡回来的。捡到他的那天，大雨倾盆，他蹲在咖啡店外，浑身湿透了，像条没人要的小狗。阿婉，你看那个人坐在那好几天了。同事指了指他，他看起来好可怜，要不要让他进来坐坐？可是现在咖啡店快打烊了。我思索片刻，端了杯热腾腾的咖啡，推开门出去，在他面前蹲下。你好，这是我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外面很冷，喝杯咖啡吧。陆泽抬头，我才发现他长得很好看，好看到不像会流浪街头的感觉。谢谢你。可他眨了眨眼，表情懵懂。我好像不记得我是谁了，你能带我回家吗？那时的我被他的外表蒙骗，真的就把他带回了家。厨房里响起锅碗瓢盆的声音，我一边忙碌一边问陆泽，你想吃什么？他站在厨房门外，你做的都可以。陆泽是我从他钱包里发现的名字，写在一张纸条里，但整个钱包也只有一张纸条。我想过带他去警察局，可他对此非常抗拒。别带我去。陆泽紧紧抱着我，像要把我揉进去一样，声音微微颤抖。阿婉，求你了，让我跟你待在一起。他像出生的孩子，抓着好不容易得到的善意，卑微的祈求。我的心忽然就软了。我收留他，收留了好几个月，连邻居们都知道我有了一个很帅的男朋友，只是很少出门，不知道是做什么的。我也不知道。每次我提出要帮他找他的家人，陆泽都反应很大，抱着我撒娇。他总是说，阿婉，别抛弃我。我给陆泽买了手机，方便他联系我。我上班的时候，他总喜欢发信息来骚扰我，内容无非都是那些让人脸红心跳的。阿婉，你的床好软啊，下次我可不可以睡上去？阿婉，你下次起床去上班的时候，能不能叫醒我？我想要早安吻。阿婉，今晚不加班了好不好？我们去逛街。我哭笑不得，回复的时候又忍不住勾起唇角。同事一脸贼兮兮地靠过来，哟，铁树开花，我们阿婉终于交男朋友了。我当然不敢说就是陆泽，只能蒙混过关道。刚谈没多久。他便一脸懂了，说热恋中，改天一定让我们看看呢。我一边点头，一边打字回复陆泽，好，你来找我吧。我挽着陆泽逛街，他似乎对商场很感兴趣，总是问这问那。直到到了电梯前，他想上楼，我有些纠结，楼上没什么好逛的。陆泽眨眨眼，为什么？楼上是卖奢侈品的。我这个除了上班还要打2份工的，当然不敢上去。记得以前帮同学去一个专柜拿东西，那个柜姐眼神复杂地看着我，名字再核对一遍，别弄错了。可陆泽真的很想去，他拉着我的手，就去看看阿婉好不好。我终究是答应了他。上了楼，我才感觉和我不同的陆泽看起来十分自然，配着出众的长相，一身简单的旧衣服都能让他穿高级起来。一个柜姐眼睛一亮，陆先生，您什么陆先生？陆泽眉头一皱，捉紧了我的手。阿婉，你喜欢那些包吗？其实听见柜姐那声陆先生时，我的心猛地一惊。可陆泽的动作让我稍稍回神，我不太喜欢。那个柜姐就是那次讽刺我的那个。可她此时极其殷勤，凑上来时不时看一眼陆泽，又积极地朝我介绍，小姐真的不看看吗？我们家可是来了很多新款呢，
别的地方都还没拿到。我拒绝了他，然后拉着陆泽下了楼。他不解地看着我，怎么了，阿婉？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看着他好看的脸，一时却恍了神。陆泽，你以前是不是经常来这里？其实我不是没想过，如果陆泽想起了他的过去会怎样，可我没想过，如果他很有钱，与我天壤之别，我们又该何去何从？我没有。陆泽不顾行人的眼光，俯下身抱住我。阿婉，你不喜欢那里吗？那我们去别处。阿婉，你看看我，我们走。我这才牵住了他的手。好。带着他离开商场的时候，我心里还在想，如果陆泽真的很有钱，那我也不是贪他的钱。我问心无愧，只是和他谈了个恋爱而已。但是如果那时候他还是想和我在一起呢？我想得入神，全然没发现身边的陆泽脸上已经找不到半点那副乖乖的小狗模样，取而代之的是从未有过的冷漠。我在手机上搜索着一款腕表，其实上楼时我和陆泽看过一家腕表，他拿着一款一看就价值不菲的腕表向我比划着。阿婉，你看这个好不好看？我看了看价格，5位数，足够交好几个月的房租。就连柜姐都在劝，是啊，先生眼光真好，这是我们店里的热门款式，只剩下最后一只了呢。陆泽的眼睛亮晶晶的，看起来的确很想要。我没办法，只能说那我们改天来买吧，然后拉着他离开。可他的目光还是不停地往后看，我这才决定，那就给他买一个。阿婉在看什么？陆泽又扑了过来，我连忙熄屏了手机，没什么。他哼了声，阿婉撒谎。他便将我抱起来，进了我的卧室，罚你今晚和我睡。外面下起了雨，我被陆泽亲的脑子发懵，淅淅沥沥的雨声掩盖了亲吻。关灯之前，他在我耳边哑声询问：“可以吗？”我点头了。腕表到的时候，我正在厨房里做饭，我让陆泽去开了门。阿婉，这是你买的？我从他的眸子里看见了一闪而过的惊讶，接着是满满当当的欣喜。他将我抱起来，阿婉，你真好。厨房里热气腾腾，我让他出去，他不肯，关了火，将我放上琉璃台，低头亲吻。我抱着他有力的腰，被亲得迷迷糊糊。那时的我是第一个这样爱一个人，爱到忘记了我对陆泽除了名字其实一无所知。陆泽对那块腕表爱不释手，连带着他对我又粘人了很多。距离下班还有1小时，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：“快下班了吧？我来接你，我们在外面玩会儿。”我无奈地哄他：“陆泽，我还有1个小时才下班。”他哼了哼：“不管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得过了。我在西湖边等你。”电话挂断，同事又贼兮兮地靠过来：“知道了，又要约会，看来今天得搞快点啊。阿婉，你提前走吧，我帮你顶班。”耐不过他们的热情，我真就脱下了工作服，然后化了个妆，羞涩又期待地离开了咖啡店。西湖这边人很多，可我还是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出众的身影。陆泽穿着我给他新买的外套，正站在湖边上背对着我打电话。我有些疑惑，除了我，他还认识谁？于是我悄悄走过去，想给他一个惊喜。知道了，我再玩会儿就回来。泽，你觉得我会喜欢一个咖啡店打工的？别逗了，他好骗而已。才几万块钱的表，再打个赌，10万的皮包，看他买不买。自己下注，我赌我赢。那一瞬间，我大脑一片空白。陆泽的声音里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傻白甜，他冷漠又轻蔑。下一秒，我看见他脱下了手腕上我给他买的那块腕表，接着随手丢进了波光粼粼的西湖，动作间一点犹豫都没有。表丢了，带着真掉价。陆泽说着，忽然回了头，隔着几步距离，他表情愕然，与我对视。我浑然不觉自己掉了眼泪。陆泽电话里的人还在问：“喂，陆泽，怎么不说话了？10万的少了吧？你那傻白甜女朋友这么恋爱脑，不赌个大的？”而他已经向我踏出一步。阿婉，我不记得我是怎么离开的，我只记得陆泽的表情，
在一瞬间变得错愕、震惊、不知所措。阿婉，不是，你听我说，陆泽，可我只是叫他的名字，打断了他的话语，我都听见了，一字不差。前一天还在耳鬓厮磨的爱人，后一天便阐明了这只是个游戏。他冷眼旁观，高高在上，看着我这个入局者，爱他爱得神志不清。阿婉，别过来！我猛地后退2步，仿佛陆泽是个洪水猛兽。我抬头看着这个熟悉又陌生的男人，那张薄唇昨天还在说姐姐，你别抛弃我，今天却胜券在握地跟别人通电话，说我赌我赢。于是我朝他绽开一个笑，陆泽，你说的对，你赌赢了。陆泽给我打了一路的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，将他拉入了黑名单。我知道他就跟在我后面，他个高腿长，不管我怎么跑，他都可以轻易追上。就连爱情里，他都一样的有恃无恐。走到一半，天空开始下雨。阿婉，他叫着我的名字，下雨了，我们回家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好不好？我没有回头。他又说，阿婉，你听我给你解释好不好？我还是没有回头，直到雨彻底下起来，淅淅沥沥地落在地上，我捂着湿衣服走到了小区楼下，我都没有回过头。陆泽就这么跟了我一路。我从面对着的大门的镜子里跟他对视着，他又淋了雨，黑发耷拉下来，又乖又软，眸子湿漉漉的，泛着红，身上的衣服湿透了，粘在身上，透出内里的线条，和初见那天很像，又完全不一样。我忽地停下脚，镜子里陆泽也停下了，他的样子透着些许慌张，因为我回了头。捡到你的那天也是这么大的雨吧？我笑了笑，而他似乎猜到了我想说什么。阿婉，我承认这件事，但是好了，我并不想听。一件一开始就错了的事情，不管过程如何顺利，都是错了。陆泽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我后悔捡你回家了。你走吧，回到你该去的地方去。天气预报说这场暴雨会下足足1夜。我回到家，锁上门，将玄关处的情侣拖鞋随意地踹到一边，找了一双新拖鞋穿上，顺手把旧的丢进垃圾桶。再往里走，我把餐桌上陆泽买的花丢在了地上，踩过去也不觉得可惜。客厅里放着一条毯子，那是陆泽以前睡沙发的时候盖的。我麻木地走过去，抱在手里，却不知道该往哪里丢。我像个无措的孩子，环视了一圈周围，突然猛地跌在地毯上，到处都是陆泽的痕迹，都是我和他热恋的真实存在的痕迹。我突然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把我当游戏的那个人到底有多残忍？把爱情当作游戏，随意地玩弄人心，真的不会觉得恶心吗？嗡嗡嗡，我接起电话，是我的同事。他在电话那边兴高采烈地问：突然下起大雨了，你们要记得躲雨哦。我看去私人影院就不错，我刚好认识几个，不用了。我深吸一口气道：分手了。接着挂掉电话，眼前慢慢模糊。我抱着膝盖坐在地毯上，埋头忍不住呜咽起来。原来真的有人上午说爱你，下午就装不下去了呀。凌晨的时候雨停了，我几乎一夜没睡着，只是大清早就接到了电话。喂，周婉妹子，你跟你男朋友吵架了？这小子好像在楼下淋了一夜的雨，现在昏迷了。我打120了，你赶紧下来。是我的邻居，可我不想管，昏迷就昏迷吧，又不会死。于是我温声跟邻居婆婆道了谢，翻个身，把手机静音了，继续睡。一个穷小子昏迷，当然没人在意。可他陆泽家境殷实，怎么可能真的横死街头？我索性辞去了所有工作，一边到处投简历，一边清理家里的闲置物品。一个兔子玩偶是和陆泽去逛街，看见抓娃娃机，他非要露一手，花了3个币抓上来的。一对情侣杯子，情侣牙刷，他的毛巾，什么都要和我买同款。他真的装得很像，抱着我不撒手，一边撒娇一边求我：阿婉，情侣的多方便呢，还比单买便宜，就买这个。我拿着杯子沉默了2秒，然后毫不犹豫地丢进了纸箱里。
需要清理的东西太多，等我收拾完，都快下午了。我得下去买菜。这件事以前都是陆泽在做，虽然看起来不怎么靠谱，但是他在这方面似乎要求格外高，以至于大清早买回来的蔬菜便宜又新鲜。可我没想到，一下楼就再次碰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陆泽一身黑衣，靠在楼道门口，看见我时眸子亮了亮，又有些不知所措地暗淡下去。他哑着声音叫我阿婉，可我径直掠过了他。他2、3步上前捉住我的手腕，姿态卑微。我错了，阿婉，可我真的爱上你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这又是你们新赌约的一部分吗？我淡淡地将自己的手从陆泽手里抽出，这次赌什么？赌你哄我几次我会回头，还是赌我有没有后悔？阿婉，我陆泽拿感情做筹码的人，不配谈真心。他大约在这里守了很久。我余光看见了楼道口的烟灰，他正难堪地看着我。也对，陆家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、玩世不恭的太子爷，哪里受过这种拒绝？好了，陆泽，我不愿意再和他浪费时间。陆家就没有事要忙吗？以你的身份地位，要什么女人没有？干嘛在我一个咖啡店打工妹的身上浪费时间？陆泽一怔，你知道我了？何止是知道了？分开后我才知道，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认识陆泽。那时候他是我室友的男朋友。大学宿舍总是个很神奇的地方，能让贫富阶级差距很大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。贺宁就是，他肤白貌美，家里资产千万，毫无疑问跟我不是一个阶级。在我每天得打2份工，吃1道素菜省吃俭用时，他十分慷慨地分给我他的零食、宵夜之类的。条件是让我给他带饭、取快递，一些至少在我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。甚至有人戏称我是他的跑腿小妹，他都会很生气地对回去：乱叫什么？不会说话还学不会闭嘴。贺宁很喜欢和我说话，什么都喜欢跟我分享。再后来，他谈恋爱了，是本校另一个富二代。他们常常出去疯玩到半夜，喝酒、泡吧、飙车，直到他再也没有心思放在别处。可这时候，他被提分手了。因为贺宁哭了好几天，最后却写了一沓信让我拿给他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了陆泽，谁的？当时的他眉目间还有少年的影子，可话语间尽是伤人。不是都说了分手，还给我写什么信？他骑着机车，身高腿长，宽肩窄腰，单手抱着头盔，对那封信拿都懒得拿。我不需要，不想看，你自己扔了吧，告诉他我收到了就行。接着不等我说话，他就上了车，一踩油门开了出去。当时我听见有人喊陆泽，说不要就不要，你不要我可就去追了呀。而他懒懒地回头，随便。陆泽的事对我打击很大，因为害怕再遇见他，我搬了家，换了新工作。我花了很大力气才应聘到这家公司，薪资待遇都比我之前的好，不用兼职也能存下钱。但我没想到，上班第1天我就遇见了熟人。周婉，好久没看到你了，居然在这里碰见。是贺宁，她打扮精致，比以前更加漂亮，性格却还是那么热情。她一把抱住我，阿婉，想死你了，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上班了？我笑了笑，前公司老板裁员，我被裁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又开玩笑。3言2语，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无忧无虑的大学日子。我才知道这家公司是贺宁父亲的朋友旗下的，他没什么事情做，索性来上班体验生活。我们一起坐电梯上楼，电梯在第11层时停了下来。贺宁正想让我往里靠，腾位置，门就开了。贺宁，熟悉的声音让我脑子一嗡。只见陆泽西装革履，叫着贺宁的名字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就是新来的秘书，好不容易面试到这家公司，做了总裁办秘书，我已经签了劳动合同，意思就是现在走不了。是，贺宁微微笑了笑，新来的秘书也是我的大学室友，你可不能欺负他。狭窄的电梯里，我只觉得无所适从。陆泽走进来，高大的身影在我身前像一堵墙。
怎么坐员工电梯呀？小陆总，你落魄了，专用电梯坏了。陆泽的声音被衬得尤其清润，一点不像他曾与我调情时仿佛沾满了蜜糖的嗓音。贺宁和陆泽之间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尴尬的气氛，就好像当年陆泽提分手，在宿舍里哭得死去活来的不是他一样。贺宁在电梯门关上时偷偷凑过来，在我耳边低声说：“我大学谈的那个前男友，也是我爸朋友的儿子，半个熟人。”我这就懂了，他们的圈子哪里有感情，有的不过是利益而已。我不是陆泽的秘书，我是副总蒋勋的秘书。他们二人是发小，公司虽然在陆家名下，却是他们二人在经营联手。原本这个工作应该轮不到我来的，看我新招的秘书好不好看？我一眼就相中他了。蒋勋拍着陆泽的肩说道：“泽，你这人不就是跟你那打工妹分了吗？怎么整天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？”我低着头想装作没听见，可陆泽状似无意地侧了侧头，冷冷道：“你说呢？”“哎，陆泽，贺宁你都谈过，你谈过的妹子多了去了，你在我这儿装什么呢？我就不信你没碰过她。”蒋勋嘴里没个把门的，可陆泽没有反驳。我再也听不下去，找了个借口离开了他们。我回忆里，大学的陆泽很能玩，他谈过好几个学校里有名的美女，下场无一不是被他抛弃。可这也让他越来越招人，因为陆泽除了感情方面是个很有教养的人。他们说看见过他下雨天搀扶老人走过积水的路面，看见过他喂学校里的小猫。我原本是不信的，直到某天下大雨，我给贺宁带饭，不小心摔倒在了路上。当时他们还没在一起，陆泽的机车停在我身边，一言不发地将我扶起来：“再买2份吧。”我咬着唇，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他我没有钱的事实。可他看出来了，他把伞给我捡起来，打好，塞进我手里，转头跑去了食堂。再回来是他抱在怀里2份热腾腾的饭菜。“拿去。”他说，“雨下得大，赶紧回去。”茶水间的门突然被推开，我来不及反应，刚准备侧头，背后就靠入一个温暖的怀抱。“阿婉。”陆泽全然没有了在众人面前的高高在上，他声音又软又低，抱着我的手那样紧：“我好想你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别闹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”我的心先是被他吓到，猛地跳了跳，又抽疼了几下，再极力平静。我没有动作，只是深吸一口气，保持着淡定的语气说：“陆总，您这样，我可以举报您性骚扰。”他的动作顿了顿，好像整个人都跟着一颤。“阿婉，以及我叫周婉，是蒋副总的秘书。”我慢慢的又坚定用力的去抓他的手，想要将他推开。“您不能过问我除了工作以外的事。”陆泽不肯，他沉默着，又倔强地跟我较着劲儿。我怎么推都推不开他的手，反而被他越抱越紧。我放弃了，闭了闭眼，无力地喊了他的名字：“陆泽，你如果真的喜欢我，你应该尊重我，而不是突然进来，像个流氓一样，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，对我做这种事。”陆泽猛地一下就松手了，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，一遍遍地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婉，你不要讨厌我，可我只觉得我们之间太过荒谬。陆泽，在你一开始决定用那个赌约游戏戏弄我的时候，你料想过今天的局面了吗？你没有，因为就在我发现这件事之前的几秒钟，你都还在跟朋友说，你觉得我会喜欢一个咖啡店打工的。别逗了，他好骗而已。蒋勋要出差，按理说我也应该去，可不知道为什么通知没有下到我这里，反而我被安排了陪陆泽应酬。其实说陪也不准确，你们公司的员工一个两个都这么漂亮。酒桌上，那个秃着脑袋的资本家端着杯酒递过来：“陆总好福气，不得自罚一杯。”我全程垂眸看着自己面前的杯子，一言不发，想也不想就知道是谁安排的。“好啊。”陆泽就坐在我旁边，他喝了些酒，西装外套脱了丢在椅背上，整个人姿态懒散了几分。他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，
请。那位资本家想灌给我的酒，最后都进了陆泽的杯子。终于结束时，他已经醉得神志不清，揉着眉心，眼神迷离。我打电话让司机进来帮忙，把他扶回车上。阿婉，人都走了。陆泽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，忽地攥住了我的手腕。你管管我好不好？我拨通电话，陆总醉了，我会让司机送您回去。他眼睛红红的，抓着我不撒手。你送我好不好？如果您不想被我举报职场性骚扰的话。阿婉，陆泽松了手。你真的不爱我了，是吗？我没回答。他沉默了。我和司机通话完，整个房间也变得沉默。只是在司机敲开门前，我才以不是员工的身份回答了他这个问题。陆泽，以你的情感经验，应该问不出这种问题。比爱不爱更重要的事多了去了。蒋勋也是陆泽打赌游戏的参与者之一，他看得出陆泽心不在焉。讲真的，你要真喜欢那个打工妹，花点钱养着就行，给人家道个歉，没什么解决不了的大事儿。闭嘴！陆泽的眼神不安地划过我，可我只是一个安静的背景板，把咖啡送进来，带走一份文件，一个眼神都没有落在他们身上。我猜得到，大学毕业后收了心的陆泽，在他狐朋狗友的怂恿下，拿我做了一个赌约，赌我有多爱他，能为他付出多少。也许他们还刻意打听过我在这方面是否经验为零。高高在上者最喜欢看底层的人挣扎，其实，在爱情里也一样，被爱的永远有恃无恐，对比起来，勇敢付出爱的人就像个傻逼。贺宁在酒吧喝醉了，让我去接他，可我去的时候，他正拿着一个酒瓶子对着一个陌生男人骂，男人都是狼心狗肺的傻缺东西。我连忙把他拦在身后，向那个男人道歉，抱歉抱歉，我朋友喝醉了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。我这才注意到，这个男人长得很好看，桃花眼，唇角带着浅淡的笑。可不凑巧，我现在对好看的男人过敏。等一等，可他拦住了我。你是周婉？我和纪之恒是大学同学，他是班长。我因为忙兼职，有时候需要请假，所以跟他熟悉了起来。他是学校的学神，专业第一，绩点接近满分，好看到有些不近人情。每次找他请假，都是公事公办。直到某天，他突然问我：“周婉，你打工那家咖啡店是不是学校附近的那家？”我点了点头。他没多说什么，可那天之后，我就在咖啡店碰见了他。我以为纪之恒会装作不认识我，可他不仅一进来就叫我点单，还问我点哪杯我会有提成。我只能不好意思地笑笑，卖咖啡没有提成拿的。他便笑起来，那就来一杯冰美式吧。从那以后，我时不时就会看见纪之恒过来。他很安静，一般点了一杯咖啡后，就待在角落看书或者写论文，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和陆泽一个圈子的人。我和纪之恒带着贺宁出了酒吧。他这是失恋了？他问。我有些尴尬地摇头，没有，就是间接性，喝醉了骂男人吧。他笑出声来，难怪，早就听我爸说他很有个性。在路边打车的时候，纪之恒忽然把手机拿了出来。当年毕业，你换了电话号码，谁也不通知一声。现在靠缘分遇到了，留一个号码吧。我思索片刻，点了头。贺宁玩累了，一上车就睡着了。我和纪之恒好不容易才把他送回家。我送你回家吧，他对我说。此时已经接近凌晨，于是犹豫片刻，我答应了。纪之恒就像一个久别重逢的老朋友，我们说了些大学的事，又聊了聊近况。早知道你前段时间在西湖那家店打工，我就去给你带生意了。别，你来的话，我得倒贴钱请你吧。他笑着打趣我，那可不好意思让女孩子请我喝咖啡。很快走到了小区门口，我正想让纪之恒就停在这里，自己回去就行。可路边一辆路虎突然开了车灯，猛地照在了我们身上。纪之恒，陆泽踹开车门下来，表情不变喜怒。你在这做什么？我下意识后退了2步。纪之恒走上前，不动声色地站在我身前。
太晚了，我送朋友回家。朋友？陆泽比纪之恒稍微高一点，穿着深皮夹克，看着有些压迫感。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公司的员工认识了？纪之恒刚要开口，但被我打断。大学同学而已。不过陆总，您没有权限干涉员工的私生活吧？阿婉，纪之恒挑了挑眉，看向我的眼神变了变。陆泽看了看他，又看看我。你让我单独和你说两句，行吗？就说会儿话。我知道他在放低姿态，他甚至都没有避着纪之恒。见我迟疑，陆泽又说：“阿婉，你也知道对吗？我们需要谈谈。”可纪之恒温声打断了他：“有什么事下次再谈吧。首先，现在已经是深夜了，周晚一个女孩子在外面不安全。其次，你也不能保证她和你待在一起，她的安全吧。”回到家，我给纪之恒发去了第一条微信，谢谢他替我解围。他回复了一个猫猫的表情包。我又不放心地问：“你和他认识，这样会不会给你带来麻烦？”他回复道：“你放心，不会。”纪之恒好像永远都是这样，看起来冷漠，实则温和，待人接物有自己的一套尺度。说话间，既让人无言以对，又带着不动声色的强硬感。第二天去公司，陆泽没来。贺宁给我打电话约我下了班去逛街。原来我昨晚逮着骂的是纪之恒啊，那没事了。贺宁嘿嘿一笑，他知道我发酒疯。我有一次喝醉，我爸让他来接我，我骂了他一路，他硬是一句都没还，啊哈哈哈。你战斗力确实很强。再次来到奢侈品层，我的心境却截然不同。一个好的平台是最适合培养人的。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，好像全然没有了几个月前那个打工妹的影子。贺宁看衣服的间隙里，他跟我谈起些八卦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前阵子陆泽跟没影了似的，不是去出差，是跟个姑娘谈恋爱去了。你说他谈就谈吧，结果他一开始是奔着和蒋勋那群狐朋狗友喝醉了打的赌，装失忆去骗人家姑娘，看人家有多爱他，多愿意给他花钱。这他妈不是缺德吗？结果后来姑娘知道了，直接给他甩了，一点不犹豫的。现在好了，这件男人后悔了，慌了，整天心不在焉。昨天大晚上的发疯打电话叫人去西湖捞东西，哦，就是捞他当时装13丢的那块姑娘给他买的表。我拿着包的手猛地一紧，克制着声音里的颤抖，极力压下内心的只有自己感受得到的海啸。明明都猜得七七八八了，可是再听见还是那么疼。捞了一晚上，也不知道捞到没，反正今天的工作是耽误了，真特么抽风。等等，阿婉，你怎么了？你哭什么？我一边否认，一边手忙脚乱的从包里摸纸巾。贺宁停住了，他突然反应了过来，我听说的那个姑娘，之前打工的咖啡店，好像就是你的那家。贺宁送我回家的时候，还在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阿婉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真没想到那个姑娘就是你。”我摇摇头，没事儿，其实我也猜得七七八八了。没事没事，被渣男伤害是我们美女的命运。贺宁牵住我的手，陆泽就一傻逼，我还以为他能收心到哪里去。你别理他，而且如果在公司他又骚扰你，你告诉我，我去伯伯那里告状。我哭笑不得，谢谢你。只是回到家时，门口放了一个模样漂亮的盒子，打开，里面装的那块表和我送给陆泽的那块一模一样。阿婉，陆泽就一直等在我家门口，他眼里有红血丝，眼底附了一层淡淡的青紫，整个人看起来很疲惫。他像又变成了初见时蹲在咖啡店门外的没人要的小狗，像当时一样问我：“我错了，可我真的爱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阿婉，带我回家好不好？”可我已经不是那个有点缺心眼的打工妹了。我捡起那块表，轻轻放在他手里，温柔地说：“算了吧，陆泽，丢掉的东西就不要再捡了。”蒋勋开始给我打电话，像是隐隐有预感，我并不愿意接。外面又开始下雨，淅淅沥沥。电话安静了一会儿，贺宁也打来了。他们说陆泽喝多了，还非要喝。蒋勋劝不动，给你打电话你不接，
让我来打。阿婉，要不你还是去一次吧，怕他喝出事儿，我陪你一起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最终妥协了。好吧，你把包厢号发我。我推门进包厢的时候，蒋勋正在和陆泽吵架。当初你他妈不是自己愿意吗？你自己答应的那个赌去玩人家，现在栽了你怪我，怪我有用吗？我就不明白了，一开始你不喜欢他，你说你装的累，但你后来不是他妈的爽到了吗？打电话叫你都不肯回来，还死不承认，非要作死，你丢那个表干什么呀？搭着老子都下去给你捞，你他妈还要骂我坏事？不是你他妈自己盯上他的吗？吵完了吗？我冷冷地拍开了灯，打断了他们，没我的事儿我就走了，毕竟我看你们讲的都是我不该听的。阿婉，陆泽是真的有点喝多了，他步伐不稳地站起来，差点跌倒在地。可刚刚和他吵完，刚刚知道实情，知道那个打工妹就是我的蒋勋，没有要去扶他的意思。在场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蒋勋稍微消了些气，向我摆了摆手：“你去跟他说。”他醉成这样，我能说什么？我反问。他一皱眉：“嘿，你这姑娘还挺有个性。”陆泽跌跌撞撞地走过来，样子看起来要多委屈有多委屈。他站在我面前，捉着我的手，把脸往我手心上放：“阿婉，你摸摸我，你看看我好不好？我真的错了，我把表捡回来了，我的钱都给你，我什么都给你买，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？”我看着他，有些怔。陆泽现在的样子，就像我们热恋的时候。他在我面前总是那么喜欢撒娇，喜欢说着软话，又做些不安分的事情。可他一开始不是装着烦吗？现在装上瘾了，那又怎样呢？即使他现在是真的爱我，可我们的一开始，他就把我摆在了可以轻浮对待、随意玩玩的位置。我们的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陆泽，爱不爱是小孩子才会问的问题。更何况，你盯上我的时候，为什么宁愿拿我寻开心，也不愿意来和我搭话，正常的交往呢？蒋勋让我把陆泽送回家，我用着公事公办的语气：“蒋总，现在不是工作时间，这也不是我职责的一部分。”他头疼地揉揉太阳穴，受不了你们这些女人，我给你加钱行不行？我摇头：“姑奶奶，算我求你了，他就跟你走。他今天要是回不去，他爸得告我状啊！你提要求吧，我什么都满足你。”于是我问了一句：“把他送回去，什么都可以？”是。那好，我松了口，我送他回去，您送我一份解聘通知吧。纪之恒后来约过我一次。你在这里工作多久了？没多久，几个月而已。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他这样问。我顿了顿，问他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被你看出来了。纪之恒笑了笑：“我在国外还缺一个副手，薪资待遇不比这里差，但是机会肯定更多。”纪之恒在某些方面的确很有洞察力。我跟在蒋勋身后，私人上的事处理的比工作上的多。可5年合约，我暂时赔不起违约金。违约金我帮你赔，那还是不用了。但是我有条件。纪之恒看过我在以前公司做过的项目，他笃定我的能力。违约金从你加入我公司后的薪资里扣，你能力越大，薪资越多，一切看你的能力。不过自信一点，周小姐，你可以怀疑自己，但请别怀疑我的眼光。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机会，也可以彻底和陆泽和过去告别。可我并没有足以和他交换的东西。纪之恒并不着急。周小姐，作为大学同学，我不是你前男友的人脉，我是你的人脉。我却笑笑：“那我欠你的人情怎么还？”不用还，他说：“你跟未来老板谈人情。”我第一次来了陆泽住的地方，高档小区，大平层，装修简单大气。只是如果不是餐桌上那束快蔫了的花，就像样板房，少了烟火气。我把他放上床的时候，他已经神志不清了，脸颊红红的，眼睛都睁不开，一沾上床就睡着了。我帮他盖好被子后，就坐在了床边。陆泽睡得很熟，可眉头却皱着。我用指尖轻轻摸了摸，把他抚平。其实我跟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从陆泽还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
某天我懒得做饭，打算随便用泡面解决。结果陆泽不会泡那种拌面，我还打趣他失忆了，怎么什么都不会了？他就抱着我卖乖，是啊，都要阿婉教，没了阿婉就不行。但其实不是，陆泽是一个对生活要求特别高的人，他从来不吃垃圾食品，家里对1日3餐的要求也颇高。我跟在他和蒋勋身后的时候，随便一顿吃下来，少说也要几千块。阿婉，陆泽做梦都在叫我的名字，只是我没有回应的意思。我看见了床头柜上一个兔子玩偶，和我当时丢掉的陆泽抓的那个一模一样，而桌子上还有一对情侣杯子，也和我们用过的一样，但是我早就把它们丢了，所以无论是捡回来还是再买一个新的，都不是最初的那个了。蒋勋说到做到，放了我自由。他看见我早就收拾好的东西，吃了一惊：“你这个很像早有预谋，跳槽啊！”我皮笑肉不笑：“您夸过我的，我有个性。”啧啧，难怪能把陆泽迷得茶饭不思。我没有搭腔，我知道我即将与他告别。蒋勋难得地叹了口气：“女人太有个性就不好骗了，你这是好事。”我公事公办道：“谢谢蒋总夸奖。”他气得转身要走：“你没救了。”我这才笑起来。可走到半路，蒋勋又转身了：“陆泽和我们打的那个赌，对不起啊，是他做的不厚道，我也是，欺负你一个小姑娘。”我默了默：“不用跟我道歉，别出现下一个受害者，就当给你自己积德。”我正要走，这人又把我叫住：“喂，问你个事儿呗。”“什么事儿？”蒋勋低声贼兮兮地问：“纪之恒是不是暗恋你呀？”我面无表情：“蒋总，整天情情爱爱的人没出息。”说完我就走了，全然没听见他在原地唧唧歪歪：“那他干嘛拿你照片当屏保啊？”纪之恒很赶时间，我刚辞职没几天，他就给我订好了飞国外的机票。我这才知道他基本都在那边，就是前阵子回来的。本来是回国处理点事儿，没成想跟你有缘，纪之恒开着车来接我。周小姐不介意吧？我学着他故意拿桥道：“未来老板，谁敢介意？”他哼了声，学得还挺快。我也哼了声：“老板教得好。”沉默2秒后，我们都哈哈大笑。今天天空放晴了，是个告别的好日子。过飞机安检前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电话铃声响了几秒钟，我迟迟没有接。纪之恒回头看了我一眼：“怎么了？”我摇摇头：“没怎么。”像是隐隐有预感。我抬头，隔着人群，一眼锁定了一个出众的身影。陆泽就站在那儿，远远的，视线却如有实质。要去告个别吗？纪之恒也看见了：“我可以等你。”没必要。我笑着摁断了电话，回答他：“怎么能让老板等我呢？”接着低头对那个号码编辑了一条信息：“再见了。”然后把手机收回包里，回头对纪之恒一笑：“走了，大老板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将要遇见的未来不会比任何人的差。”